现在呢，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一式的容易出现的错误点，因为我也看大家练习了很多，然后也见证了大家的努力和进步。那我觉得大家学习都是非常努力，都是非常认真的，这个是令我很欣慰的事情。那么我总结了几点大家最容易出现的错误，那一个是我说了，我们这个步子一定要有什么横向距离。因为我看大家有很多人，我不知道是因为视频的原因啊、角度的原因还是怎么样，我看大家是完全就没有横向距离。横向距离是什么？我们步子往这一站，大家看我一出脚，好，它就是一拳的距离，掌握的非常清楚。但是现在大家有的就是它没有横向距离了，就整个脚都是在一条线。大家想想，一条线的话，我整个人其实是不稳的。我们练这个桩功，就是为了让我们脚下更稳，发劲劲力更整。那现在我们首先第一点，我们动作没有做好，那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说横向距离的问题一定要改正，不要太大。为什么不要太大？大家看，我本来是虚步，那太大的话，我们成了什么？你看我这一转身，我成了一个马步了。马步，大家看我现在有几拳的距离了，是不是太多了？所以说就一拳就好啊，不多不少，就一拳。我们做好这个一拳的距离是最舒服的一个距离。好，这个时候呢，大家看我的后脚脚尖是冲向45度位置。我说了，大家膝盖有不好的嘛，可以稍微的脚尖往外撇一下也是没关系。但是注意一点，脚尖外撇的同时，什么？膝盖要跟上，也就是说膝盖不可以内扣。因为我看着有很多学员，你们都喜欢这个，也不是喜欢这个，大家是不是故意的啊？这个脚尖在45度，我们膝盖呢就往里扣。这个为什么一定要改正？是因为这个对大家的膝盖真的是不好，本来就有伤的啊。我们把它撑开，我说了，撑开了，也就是我们的什么圆裆开胯了。圆裆开胯其实非常简单，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难，它是让我们做对动作的一个前提。那就是说，我看有很多这个学员也跟我讲，就是老师，我觉得说完这些错误动作之后，我去改，我一录视频我就更紧张了。其实不要紧张啊，就是你给我录视频的时候，感觉像你跟你自己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完全大家不用紧张，可以放松的去练。啊，就算是我们错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慢慢的改进，慢慢的进步。啊，我们一起，因为我也见证了大家一点一点的进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圆裆开胯的问题。好的，首先呢，圆裆开胯，我说了，我们内侧大腿内侧有一个往外撑的一个感觉。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外撑的感觉，但是这个外撑呢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的去啊，我撑得很大了，这样其实不对了。大家看我的脚现在已经非常别扭了。我们什么是放松啊？放松的前提是什么？是舒服。我们怎么舒服怎么来，但前提动作要对啊。所以我们撑开之后，我感觉非常舒服，我的裆啊如同捧了一个圆一样。我们处处是捧劲，不管我们练第二式啊还是第三式，我们其实都有捧劲在，不是说我这个动作是捧，它就是捧了啊，都有捧劲在。所以说这是我们步子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好圆裆开胯。我们胯呢开胯之后是放松的，不然就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顶胯的一个状态。有很多学员他一上来喜欢这样去练，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你的腿完全没有去传导，你把它松下来啊，没有一个顶胯的感觉，它就是对了啊。顶胯之后呢，再随着往上讲，我们立身中正是不是就没有了？因为你顶胯之后，我们脊柱不是直的了，而是一个侧弯了的一个状态，对不对？这样对我们腰椎是非常不好的。大家也有腰有伤的，通过立身中正去练习啊，我们的伤会慢慢越来越好。所以说立身中正也很重要，我们头要顶起来啊，因为也有很多这个学员他喜欢，比如说第二是我这个叉掌哈，我们一叉掌，身体跟着往前去了，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们不管是练第一式还是哪一式，我们都要先放松啊，保持中正的感觉，再去练习。好，这是一个整体的我们圆裆开胯
还有一些脚尖的问题，还有我们立身中正。我们来说一下上肢的问题啊。首先，我们上肢一放在这儿，我们准备练动作的时候，就要做到什么？指尖啊，指尖的位置与肩是同高的。现在有很多学员啊，喜欢把它放到这么高，那你的肩不累吗？我们把它松下来，放松一点更好。好的，现在我们顺产往下落。落的时候，大家看我的肘尖是不是回来了？因为我是什么？我是松肩松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放下来的时候，大家看我没有贴得很紧，但是我贴很紧，让你们感受一下。大家看我的肩肘都是松的。为什么说放到胯旁的位置？就是说大家有的一落下来，不知道放在哪儿了，这样肩什么的都打开了，肩都紧了，所以说落到胯旁的一个位置。对，现在呢，蹬地往前的时候，蓄劲。大家看，我是放松的。我们一开始练习不要使那个着劲，就是这样出去了。我们气没有呼出去，指尖落在这儿，什么？一个是两个错误点，一个是气没吐出去，再有一个呢就是松肩坠肘没有了，完全不符合咱们太极拳的原理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胳膊打直了呀。大家看。打直之后我是非常不舒服的，我这样举一会儿就累了，是不是？那我松下来呢，这样我举很久都不会累，对不对？因为我松肩坠肘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出去不要直，松下来不要直，啊，直了就不叫松了。好，现在再来感受一下啊，松，我们放松下来，我们气往下顶，但是头部往下顶。虚领顶肌是什么？虚领顶肌就是我们头领着，但是身体其他部位往下降，头部往下降，就是头一直要顶着。呼气，发力。好，发力出去的时候注意，你看我的手怎么发啊？怎么发？我都没有把它发直，是不是？好，这是来了一个太极拳的弹抖劲。对，好的，我们换腿也是一样的。还有步子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我说了一开始大家不舒服的话，可以站着做，站着做也是可以的。松下来，对，好，再来，对，好的。大家看我出去的位置，还有落下来的这个位置，我都是在一个点，我都是没有变的。好，这就是第一式容易出现的问题。好，我说一下第二式我们来说一下第二式的动作容易出现的错误点。我看现在有进度稍微快一点的，有学到第二式。第二式呢，我们放在这里也是一样，与肩同高，指尖。好，一定要不要注意太高或太低。好，放在这个位置就好。我们落下来的时候要沉气，出去的时候这是先慢动作，我们练好。出去的时候，有人就喜欢往前趴了，变成一个弓步的状态了。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虚步呀，是不是？我们圆裆开胯不可以变的。好，松，出，松，出。我说了，这个动作跟滚圆球一样，滚圆球你不可能一个手先滚，另一个手再跟上，那这样这个圆就不圆了。滚雪球的时候，大家要协调着，这个球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饱满。那如果说我们手出去了又松下来，再做一个动作，这叫什么？这没有节节贯穿，也没有连绵不断了，我们动作就卡顿了。那现在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先练慢动作呢？就是出，好，走，收，好，出，收，我整个动作没有停顿，好，是不是？那现在有人是这样停在这儿，看我现在有一个大家的问题，什么问题？我的胯往前顶了，没有圆裆松胯，一做动作那个动作都没有了，那个东西。好，出去之后，大家看我的肩也送出去了，肘关节也直了。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大家的手容易伸得太直。我说了，大家一定要松下来，先松下来。这个动作不管怎么做，看都是松的，都是松的。头要保持一个
领劲的状态，内身保持中正。啊，这是第二个，发力也是一样。啊，一直发出去也没有直，因为我很松，我根本没有去发劲。啊，是因为我的松带动了我的身体腰胯才会有这个劲力出来。所以说大家要先做到松。比如说大家一开始录视频，我站过来，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开始录了，我就要做了。我们录视频也跟我们训练是一样的，我们先放松，站好。啊，现在一次站到位，等练熟之后一次就可以站到位，也是一拳的距离。啊，现在放松，我们等安静好了，平稳好了，我们可以再做动作，没关系啊。老师会慢慢耐心的去看你们视频啊，不会说你们在前面等很久很久，然后我就不看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先稍微的平静一下，让我们身体松下来，好再去做动作。好，眼睛，大家的眼神一定要坚定。每个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大家紧张还是怎么样，看到视频，我们整个眼睛都是不知道在看哪里。这个时候是什么？神就没有了，神就涣散掉了。那我们练拳怎么能集中，怎么能放松呢？是不可以的。所以眼神要看向前方，想着我们动作就可以，什么都不要想，脑子里只有我们的动作。所以说放松的去做就可以。我们一开始可以先不用使这么大劲，可以慢慢做，循序渐进的去做。我看现在有同学就是越做越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好，我们第三个动作容易出现的错误点，我说了这个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如同甩鞭子一样。那甩鞭子呢，它不是一个死劲，也就是说我们出去不要按在这个地方，不要停顿住了，还是一样。保持好前面我说的那些问题。好，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看大家从内向外画一个圆弧，也就是画了一个圆一样啊，从内向外甩出去，而不是直打，直打，光手有一个手腕的一个圆啊，是不对的，是整个小臂还有大臂有一个画圆弧啊，这是一个顺缠。顺圈去往外打，往外打，甩鞭的一个动作。甩鞭出去呢，我没有直在这儿，我还是一个弹抖劲。好，再松下来，发力，再松下来，发力，再松下来，发力。好，发力。好，现在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简洁的方法哈。如果两个手特别的不协调、不顺畅，那我们可以先练一个手。怎么先练一个手？把另一只手掐到腰间，我们就光练一只手，光练一只手，看，就从里向外，好，再走从里向外。我们走的时候哈，这个胯腰都要有一个拧转，拧转的时候，大家看我拧转往外打，然后再回来。并不是一个上下的起伏，而是一个左右旋腰的一个。你看，左右在旋腰，只要我打开了胯，只要松开了胯，那我怎么样旋都可以，都不会僵住。所以说，大家有人问我，到底是这个转腰呢，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旋腰旋胯的一个状态不是一个上下起伏。为什么说大家有人上下起伏太严重？尤其是第一个动作下来之后。蹬地的时候就立马直出去了，整个上半身也直了，下半身也直了，这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在练，不管练什么动作，尤其是第三个，我们可以单手去练。你看，这是一个旋腰转胯的一个动作这个左腿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单手的去做这是第三个动作。好，我们第四个呢就是起落劲。有很多同学可能还没有练到这个动作，但有人已经发了我看着。好，我们第四个动作容易出现的问题在于，我说了，咱们起按起落的这个劲是从胯旁先往前出，画一个圆弧。我们为什么要按在胯旁先出去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圆弧的一个动作就跟我们的
自由泳一样。自由泳怎么游啊？是不是画圆弧往前打，也不是直冲冲的出去，对不对？那我们走一个圆弧，那走圆弧也就是为了能松肩坠肘啊。那如果我们直接挑出去啊，或者直接这样出去再按，就是一个直上直下的一个运动了，那跟我们太极拳不着边了。大家可以看，我从胯旁走圆出去，我的肘尖一直朝下，出去之后起到与肩同高的位置，指稍不要太高。我们出去之后，呼气下落，好，再转回来。其实这个手，你想掌心朝下收回来也可以，掌心朝上、朝下都是可以的这个看大家舒服也可以走下收，走也可以不收，就直接往前按走按，这样可能简单一点，大家就按照这个感觉来吧。就我们掌心统一朝下，好吗？掌心统一朝下走圆弧去按在我们的小腹前先摸一下我们小腹在哪儿，我们就落在它的前面，好不好？每个动作下按都是在它的前侧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好，继续下按在我们掌根，力点在掌根，下按。其实我们掌也是一个捧，虽然我说了掌根力点在掌根，但是我们整个手大看，我还是捧了一个圆。我的手心也是有气体在，不是我的手就没有感觉了。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让大家保持手型的一个原因。有的人的手可能成这样了，手不用力了，手不用力，这个气捧的这个气就没有了。所以说手还是要五指自然分开，去感受捧劲达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位置这就是起落劲不管是我们后面的刚错劲还是怎么样，都是按到我们的小腹旁找准力点。好，也是要练着练着，还是要注意我们的腿型我们下肢的动作不要改变。看，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保持身形练久了之后，自然大家的这个身形会越来越好不用担心。一开始出现问题非常的正常，是不是？我们刚入门学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一定的困难，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慢慢练，肯定会越练越好。那从现在我看大家去练动作，跟大家刚一开始发到群里那个视频去对比，那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大家的进步。所以说我们要更加努力的去练习会越来越好。大家以后拍了视频就及时的发到群里，只要我看见就一定会给大家去解答的。